你知道吗？那个带着字节跳动搞出抖音、TikTok、豆包大模型的张一鸣，又双若琢成中国首富了。福布斯说他身价4700亿，彭博也说他有575亿美元，直接把马化腾、钟闪闪甩在身后。但你猜怎么着？他的牛逼可不只是靠运气，高中就想好专业方向，大学就敢创业，虽然失败了，5次折腾后才搞出字节，连推荐引擎都是自学加想象憋出来的。这篇文章里藏着他的成功密码，从怎么克服懒癌、提高执行力，到怎么用平常心搞事业，靠坦诚沟通打天下，全是能直接抄作业的干货。更绝的是，他连德州扑克里的人性弱点，为啥别轻易说 all in 都琢磨透了。不过别急，先问问自己，为啥他能把想当然变成干到底？他踩过的坑，悟出来的理，到底哪条能让你少走10年弯路？往下看，你会找到比首富更值钱的东西。2025年3月27日，张一鸣以福布斯预估655亿美元，约4700亿元人民币，彭博亿万富豪指数575亿美元的身家，登顶中国富豪榜。这一数据背后存在2个细节值得玩味。榜单差异的本质，福布斯与彭博的估值差异源于对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计算方式不同。福布斯更倾向于结合私募市场融资数据、行业对标公司估值，如 YouTube、Meta 的广告收入模型综合测算，而彭博更侧重流动性资产与近期股权交易价格。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字节跳动作为非上市科技巨头的估值特殊性，其价值高度依赖未来增长预期，而非即时股价。全球和亚洲的富豪榜，张一鸣排福布斯23，彭博24，超过了马化腾和钟闪闪，但印度富豪穆赫什和安巴尼、高塔姆阿达尼比他高。亚洲财富变化大，科技和消费正在赶超能源和基建。张一鸣是科技公司头头，成了这种趋势的代表。对比前首富们的财富构成，马化腾、腾讯财富主要依托腾讯控股的股价受游戏、社交广告等业务增长放缓影响。2023至2025年，腾讯市值波动较大，钟闪闪、农夫山泉、快消品行业的稳定性使其财富相对稳健，但受消费市场增速放缓限制，难以实现爆发式增长。张一鸣，字节跳动财富高度绑定字节跳动的全球化扩张与技术创新，其估值弹性来自 TikTok 的用户增长、广告变现效率、豆包大模型的商业化潜力等未来变量。这也意味着其财富地位更具动态性。张一鸣的首富地位本质上是字节跳动商业价值的个人映射。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公司，用13年时间成长为估值超2000亿美元的科技帝国。其核心增长逻辑可拆解为3个层面：内容赛道的颠覆性创新。今日头条2012以推荐算法重构信息获取方式，打破门户网站编辑推荐的传统模式，日均使用时长突破76分钟。2025年数据，抖音2016将短视频从娱乐工具升级为内容电商加本地生活加社交的超级平台。2024年电商 GMV 突破 2.8 万亿元，超越京东。 TikTok 2017全球化战略的巅峰之作，海外用户超15亿，在欧美市场的广告收入增速连续3年超过 30%， 成为 Meta、Facebook、Instagram 最忌惮的竞争对手。技术壁垒的构建，张一鸣亲自主导的推荐引擎算法是字节跳动的技术护城河。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如点击、停留、
分享算法实时优化内容分发，使用户次日留存率提升至 75% 以上，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约 40%。 这种比用户更懂用户的能力，直接转化为广告主的投放效率。抖音广告加载率仅 15%， 但单用户广告收入 ARPU 达每年380元，是微博的 2.5 倍。2024年，字节跳动广告收入4200亿，占中国网络广告市场 35% 左右。它的主要好处是全面营销，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番茄小说等多平台可以覆盖用户一生。例如，某美妆牌在抖音发短视频广告，可同步头条推图文评测，再通过番茄小说加剧情、成种草、搜买链。电商和本地生活结合，抖音电商弄了个兴趣电商，内容能激起用户想买的东西。2024双11，抖音 GMV 占了 45%， 传统电商被内容化改革逼得跟进了。本地生活服务像吃饭、旅游，这些都是靠抖音的地理定位来推荐的。2024年，它的交易额快达到8000亿了，快追上美团，美团大概 1.2万亿了。TikTok 全球收入，欧美广告占了40%，直播打赏加上电商，让单个用户收入从12美元涨到28美元。从2022至2024年，这种东方技术加西方市场的组合，让它避开了国内互联网监管红利消退的压力，是全球少数有竞争力的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尚未上市，其估值更多来自私募融资与投行报告的预期定价。2023年12月，其最新一轮融资估值达2250亿美元，较2020年的1400亿美元增长 60%。 这种高估值的底层逻辑是技术稀缺性。豆包大模型2024年推出，在中文语境理解、多模态生成等领域领先国内同行，被视为中国版 GPT-4。 机构预测其商业化落地后可贡献超500亿美元估值。政策免疫性，不同于电商、游戏等受监管影响较大的行业，字节跳动的核心业务内容、广告、AI 更偏向基础设施属性，政策风险相对可控。退出看法，大家猜字节跳动可能在2025或2026年去美国或香港上市。上市后，它的价值可能接近 Meta， 市值8000亿美元，给早期投资者很大退出机会。张一鸣的财富积累并非偶然，其个人特质与商业思考深度契合了互联网时代的成功逻辑。早期创业的试错哲学，从酷讯、饭否到99房，张一鸣前5次创业均以失败告终，但他将每次失败视为认知迭代的机会。例如，在饭否关闭后，他意识到社交关系链的搭建需要极强的运营壁垒，转而聚焦信息分发这一更易标准化的赛道，最终成就今日头条。全球化的非对称竞争，当国内互联网公司沉迷内循环时，张一鸣早在2017年就力排众议收购 Musical.ly TikTok 前身。当时团队担忧欧美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偏见，但张一鸣判断技术无国界，只要产品体验领先，用户不会拒绝。这种用技术换市场的策略，使 TikTok 在欧美突破文化壁垒，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全球化 App。 长期主义时间观，张一鸣说过了是门不过坎，强调对难要硬刚。抖音早期团队因用户增长不快很焦虑，他提出重视内容质量，别看数据。后来通过支持 MCN 机构改进推荐算法才成功了。这种舍短求长的决策
得需要超大的耐心和很大的控制力。对理性自负的警惕，他在内部演讲中多次批判过度依赖方法论的倾向，认为方法论是思考的惰性。例如，当行业追捧 All-in 元宇宙时，字节跳动仅成立 XR 部门进行探索，而非大规模投入，避免陷入概念炒作的陷阱。这种务实主义使其在科技行业的周期性泡沫中保持清醒。张一鸣的微博与演讲中充满对人性、商业本质的思考，这些思考转化为字节跳动的组织基因 Context not control， Context 而非 control， 反对传统科层制的指令式管理，主张通过提供完整信息 Context 让员工自主决策。这种分布式决策体系使字节跳动在应对 TikTok 美国监管危机、抖音电商转型等关键节点时，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平常心的竞争观，他认为幸运时不忘形，失意时不绝望，是企业家的必备心态。在 TikTok 遭遇印度禁封时，团队曾陷入悲观，张一鸣却要求把危机视为测试全球化合规能力的机会，最终通过数据本地化、合作伙伴引入等策略，在欧美市场建立信任。尽管张一鸣目前稳居中国首富，但这一地位面临多重挑战：地缘政治风险、TikTok 欧美被查数据安全，美国国会想推限制法案，让字节跳动卖掉美国业务。若 TikTok 美国被剥离，字节跳动的价值可能掉30%多。技术压力大， AI 大模型比赛很激烈，百度、阿里都在加速赚钱。豆包大模型的快点在企业垂直应用上找到突破，否则就会和别人一样，组织管理考验。字节跳动员工超11万人，随着业务多元化、电商、本地生活、游戏，如何避免大公司病，保持创新活力，是张一鸣卸任 CEO 后仍需思考的问题。张一鸣的首富之路本质上是中国互联网从模式创新转向技术驱动的缩影。早期互联网首富如马云、马化腾依赖人口红利与商业模式复制，如电商、社交。张一鸣用算法新推荐引擎全球布局 TikTok 技术大突破，走出了技术家全球的新路。这种转变预示着中国商业领袖的迭代，未来的财富标杆将更多来自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能定义行业规则的企业家。张一鸣的首富地位或许只是起点，其背后的商业逻辑与思考方式才是更值得关注的财富密码。无论是4700亿元还是575亿美元，张一鸣的财富数字终究是资本市场对字节跳动改变信息传播方式、重构商业生态的阶段性定价。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其如何将选择比努力重要、延迟满足感、平常心等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商业决策与组织能力。对于创业者而言，这或许比首富头衔更具借鉴价值。毕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世界里，能持续穿越周期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对本质的洞察与对规律的敬畏。张一鸣的故事始于福建龙岩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市科委工作人员，母亲在医院上班。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赋予他早期的理性启蒙。小学时，他就对10万个为什么爱不释手，尤其沉迷于物理和计算机科普章节，常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这种对事物运行原理的执着，成为他日后技术思维的萌芽。高中就读于龙岩一中，这所盛产学霸的省重点中学里，多数学生埋头应试，
张一鸣却开始思考专业选择的本质。他发现自己对计算机编程和数学建模有天然兴趣，便主动研究各大学专业设置，甚至写信给南开大学计算机系学生请教课程内容。这种目标先行的思维让他在18岁时就确定报考计算机专业，而非随波逐流选择热门的金融或医学。关键转折：2001年高考，张一鸣以全省前500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微电子专业。之所以选择微电子而非计算机，是因为他认为硬件是软件的基础，理解底层原理才能做好应用。这种从源头切入的思考方式贯穿了他后来的创业生涯。比如做推荐算法时，他坚持让团队先研究用户行为数据的数学模型，而非直接套用开源代码。南开大学的4年是张一鸣理论与实践碰撞的关键期。他白天跑实验室做芯片设计，晚上窝在宿舍写代码。大二时就独立开发出一款校园 BBS 插件，能自动统计帖子热度和用户活跃趋势。这个小工具让他意识到，数据驱动的决策比经验更可靠。这一理念后来成为字节跳动的核心方法论。2003年，他与同学组建团队，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项目是在线旅游搜索引擎。他们花3个月爬取了各大旅游网站的酒店和机票数据，试图通过比价功能切入市场，但最终惨败。一是技术架构不够稳定，服务器常崩溃；二是缺乏商业资源，无法与携程等平台竞争。这次失败让张一鸣深刻认识到，创业光有技术不够，还需理解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分配。认知突破，他开始大量阅读商业书籍，从精益创业中学会最小可行性产品 MVP 思维，从创新者的窘境中理解技术颠覆的逻辑。大4时，他在日记中写下，真正的创新不是发明新技术，而是用技术重新定义用户体验。这句话成为他后来做字节跳动的核心理念。毕业后，张一鸣去了酷讯科技，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清华博士开的公司弄垂直搜索，张一鸣管旅游搜索开发。他每日苦干14小时，改进算法让搜索更准。短短3月，酒店数据匹配率从60%涨至92%。但他发现公司高层只关心钱和宣传，对技术更新没耐心，这让他想离开。他想去一个技术能推动业务发展的地方。2007年，张一鸣进了饭否，是王兴娜团队里的早期人员。饭否是微博类的中国最早产品，张一鸣开发了实时消息推送。在这，他初次接触网络底层逻辑，用户关系咋影响信息传播，短内容咋分发。这些想法后成了字节跳动的推荐算法。但饭否关了，是因为政策。这让他懂了，创业要看用户，也得怕外面的变化。此后5年，张一鸣经历了3段创业与2段职场。垂直社交2008创办99房，做房地产搜索与社交平台，尝试用 UGC 模式聚合买房攻略，但因房地产行业重线下交易，用户留存率不足10%，最终转型为纯搜索工具。微软2009担任搜索引擎工程师，参与并中文分词系统优化，深入理解大型技术团队的协作模式。酷讯2次创业2010再次加入酷讯，负责电商搜索业务，主导开发智能比价系统，日均处理数据量突破1TB。这段经历让他掌握了大数据处理的核心技术。饭否重启失败，2011试图复活饭否，
但此时微博已占据市场，用户习惯难以逆转，最终放弃。关键沉淀这6年里，张一鸣横跨搜索、社交、电商多个领域，既做过技术负责人，也当过 CEO。他总结出3条教训：不做流量搬运工，单纯聚合信息无法建立壁垒，必须用算法创造独特价值，聚焦高频刚需，房地产、旅游等场景难长期增长，小心假需要。用户说的要的不一定是真的，得用数据看看。2012年3月，张一鸣在知春路的居民楼里创办字节跳动，最初团队只有5个人。他给公司定的方向是用技术改变信息获取方式。首款产品今日头条的原型是一个个性化资讯聚合器，通过抓取各大网站内容，用算法分析用户兴趣，推荐定制化文章，破局关键点，放弃编辑推荐。当时主流资讯平台如腾讯新闻、网易新闻依赖编辑选稿，张一鸣却坚持机器主导。团队曾质疑算法会不会推荐低俗内容，他回应：建立价值观的不是机器，而是算法背后的规则。我们可以设定优质内容权重更高的参数。冷启动策略为解决新用户无数据可推荐的问题，他让团队开发初始兴趣模型，通过用户注册时选择的关键词、手机型号、地理位置等19个维度，生成初始推荐池，使新用户次日留存率从 30% 提升至 58%。数据驱动文化，公司会议室里挂着一块大屏幕，实时显示各城市用户的内容消费数据。张一鸣要求每周例会必须用数据说话，不要说我觉得用户喜欢，要说哪个城市的用户点击量增长了 20%， 为什么？2016年，当快手在下沉市场风生水起时，张一鸣决定切入短视频赛道，但选择了差异化路径，聚焦1、2线城市年轻用户，主打潮流音乐加特效滤镜。为打磨产品，他亲自体验100多款同类 App， 发现竞品的视频剪辑功能复杂，于是要求抖音开发一键美颜加傻瓜式剪辑工具。上线3个月，日活用户突破1000万，打破当时互联网产品的增长记录。关键决策：2017年，抖音用户增速突然放缓，团队发现安卓用户占比不足 30%， 而彼时安卓手机在中国市场份额超 70%。张一鸣立即组建专项团队，优化安卓端性能，将安装包大小从80兆压缩至30兆，适配2000加款机型，使安卓用户占比提升至 65%， 奠定全民级应用基础。TikTok 全球化的技术突围。2017至2019收购 Musical.ly 后，张一鸣力排众议，将其与抖音合并，推出 TikTok。面对欧美市场的文化壁垒，他提出技术本地化加运营本土化策略。技术层面，在新加坡、爱尔兰建立数据中心，确保用户数据符合 GDPR。运营层面，招聘本地团队，根据不同国家的流行文化调整内容策略，如在巴西主推桑巴舞蹈，在日本力推2次元内容。2019年 TikTok 美国用户突破1亿，却遭遇首次重大危机，美国国会指控其威胁国家安全。张一鸣亲赴华盛顿参加听证会，用数据证明 TikTok 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甲骨文服务器，字节跳动无法访问。尽管最终未完全消除质疑，但这次危机让他意识到，全球化不是技术输出，而是价值观的兼容。豆包大模型 AI 时代的入场券2024。早在2019年，张一鸣就推动成立 AI 实验室，聚焦自然语言处理 NLP 和计算机视觉 CV。2024年推出的豆包大模型，在中文语境理解、
多模态生成、图文、视频、代码等领域领先国内同行。他在内部信中强调，大模型不是炫技，而是要解决真实场景的效率问题。目前，豆包已接入抖音电商客服、今日头条内容生成等场景，降低30%的人工成本。随着字节跳动员工突破10万人，张一鸣提出 Context Not Control 的管理理念，弱化层级，取消高管办公室，所有人平等使用开放式工位，数据透明化，员工可看非敏感数据，例如视频推荐算法，快速决策，基层团队有权决定100万元以下的项目，无需层层审批。这种分散式管理方式让字节跳动对市场变化反应很快。比如2020年疫情时，团队3天就上了抗疫物资捐赠，供需信息超过10万。2021年电商转型，一个区域队决定在成都搞直播，3个月内让西南 GMV 涨了200%。2021年5月，张一鸣突然宣布卸任 CEO， 震惊业界。在给员工的信中，他写道：“我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一名创业者，而非守业者。公司需要更专业的管理者来应对全球化挑战。”这一决定背后是他对企业家生命周期的清醒认知。他曾在内部分享，乔布斯能2次回归苹果，是因为他离开时公司已建立创新基因。我们要在字节跳动还未僵化时注入持续变革的动力。卸任后，张一鸣并未远离商业，而是转向更深层的思考，成立一鸣实验室，专注于脑科学与 AI 的交叉研究。他认为理解人类认知机制，才能让 AI 更懂人性。投资硬科技，通过个人基金注资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践行技术普惠理念。撰写《本质》一书，梳理自己的商业哲学，其中延迟满足感不是压抑欲望，而是放大目标，平常心是接受不确定性，而非逃避挑战等观点引发创业者热议。张一鸣的创业历程中有3个事件深刻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饭否关闭2009，这次挫折让他学会在不可控因素前保持韧性。后来 TikTok 遭遇多国禁封时，他要求团队把每次危机当作系统升级的机会。99防转型失败2011，从社交转向搜索的决策让他明白，及时止损比坚持错误更需要勇气。此后，字节跳动内部建立项目熔断机制，对3个月内无显著进展的业务果断关停。抖音与 Musical.ly 合并2017，这次跨文化整合中，他首次尝试双团队并行管理，既保留原 Musical.ly 的创新基因，又注入字节跳动的技术中台能力，为后续全球化并购积累了经验。张一鸣的独特性在于将理性思维与创业激情结合，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成功逻辑。面对复杂场景，他爱把问题拆3部分：技术、用户需求和商业。比如做 TikTok 时，他先研究视频能否传遍全球；技术，年轻人是否爱短视频；用户，广告加电商能否盈利；商业，都过了，他才全心投入。反共识思维，当行业追捧流量为王时，他强调用户时长不是目标，用户价值才是。当大家认为 AI 只能做辅助工具时，他压住大模型作为下一代内容生产基础设施。延迟反馈耐受度，他曾在微博写道：很多人因为短期看不到回报就放弃，其实复利效应需要时间积累。字节跳动的推荐算法优化， TikTok 的全球化渗透，均经历了2-3年的沉默期，最终迎来爆发式增长。张一鸣的崛起恰逢中国互联网从模式创新向技术驱动转型的关键期。早期互联网巨头 BAT 靠商业模式创新、搜索、电商、社交崛起，
字节跳动靠推荐算法 AI 大模型技术破了中国公司只会复制粘贴的说法。这种转变背后是一代创业者认知的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做流量中间商，而是试图成为规则定义者。张一鸣曾说，如果我们只是把国外的技术搬回来，永远无法真正超越。只有自己发明新的技术范式，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个人经历不仅是一部创业史，更是中国科技公司从跟随到引领的缩影。当人们聚焦于张一鸣的财富数字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如何将理性思考、延迟满足、全球化视野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商业行动。他的故事证明，真正的创业家不是机会主义者，而是规律发现者。他们善于在变化中寻找不变的本质，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定性的护城河。张一鸣，龙岩少年变科技首富，他的路给后人启示：成功非一时之功，而是很多好决定的认知回报。他自结9周年演讲道：外面风浪大，心里很淡定。这种在吵闹中还能清醒思考，是他给商业世界留下的最大财富。张一鸣的字节跳动能崛起，不是碰运气，背后有套很深的核心逻辑，包括不懒、行动、普通心态、交流，还有商业计划。这些想法让字节跳动的文化和路线定了型，对个人成长、团队管理、商业竞争都很有用。下面剖析5大核心思考。张一鸣觉得选择比努力重要，想法比选择还关键。这个看法是因为他高中时经历，那时他选了计算机专业，因为他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这让他在大学里学习更专心。他觉得努力很重要，但方向错了，努力就白费了。而观念决定了选择的好坏，它是对事物认知的基础。例如创业时，许多人跟风热门项目，却忘了自己的优点和市场的真正需求。这种没深度考虑的选择，常导致失败。张一鸣说，观念形成得靠理性和长时间思考，是判断自己、市场和趋势的。张一鸣说，克服惰性要靠愿望强大。人有惰性，喜欢安逸，但强烈愿望才能激起勇气毅力。他举自己创业例子，失败很多次，比如饭否没了，99房变了。让他不停走的是对技术改变信息的想法很坚定。这种愿望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认真想过后的信仰。他让创业者在碰到问题时能抵抗住不去做轻松事的冲动，例如丢掉稳定工作，花很多时间去闯新领域。延迟满足，做长期的事。张一鸣把延迟满足感当成克惰的关键，他不为压抑欲望，是为了更远的目标，暂时放下眼前的舒服和好处。字节跳动初期，团队靠低质广告能快赚钱，但张一鸣选择优化算法，提升体验，想建立长期的商业生态。这种选择表现了对延迟满足的理解。成功要时间，急于求成会短视。研究犯错，别懒，多升级认知。他主张研究聪明人犯错，看别人怎么错，以免自己陷入认知误区。比如，聪明的人常因嫉妒、自大等毛病陷入困境。张一鸣就拿这些当教训。他管理团队时，让队员从错误里学东西。他觉得惰性让人变得太习惯，不接受新东西，不反思。但研究错误能打破这，让认知提升。抵制线性想法，多为眼光培养。张一鸣不赞同直线思考，就是按因果、经验来处理事情。他觉得世界挺复杂，都是非线性变的。像互联网行业，用户需求、技术、市场竞争都在变，克服惰性得要多思考。
例如产品设计，不光功能要好，还得想用户喜欢、市场情况和技术新变化。这种思维让我们不懒，不只靠一种方法，让企业或个人在复杂环境里更灵活、更易适应。张一鸣说：“做到就做到，不要找借口。”这是他执行力要求。他觉得承诺是责任，兑现承诺是对他人讲信用，也尊重自己的目的。在字节跳动，不管你是小员工还是大领导，都要对工作目标负责，别只会说大话，不做实事。例如，团队做项目计划时，得明确啥时候完成和成果啥样，定了就得猛干，别因为难就找理由拖。这种文化帮团队塑造可靠样子，也让企业在比赛里赢得信赖。只有做事才可以改事情。张一鸣说，很多人掉入空想坑，计划讨论太多，但行动太少。他举了字节跳动的产品开发，说有动机就动，信息不全、不确定时，先走第一步，再实践改方向。例如，抖音的出现不是靠完美的商业计划，而是在短视频趋势的初步判断下快速出手，发展中改进功能与运营。这种行动思维破除了惰性和恐惧，让创意想法实现。张一鸣加入指标概念，提高执行力。他觉得模糊目标不好做，要把目标变成数字，能跟踪的。例如用户增长要看总用户数，还要看日活、留存率、各渠道转化率等。内容创作呢，阅读量、互动、分享等数据就能评效果。这些指标不只是数字的累积，而是执行时的指南针，让团队清楚方向，改策略。同时，指标系统防止了主观判断，让执行出错，让执行力提高，有凭有据。张一鸣说，接受现在的自己，做好就行，这是平常心态的基础。他觉得很多人因为对自己不满意，就容易焦虑，从而不能专心成长。在字节跳动，他让员工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随便跟其他人比。例如，新员工技术或业务可能不行，但接受现实，做个提升计划，慢慢完善自己。这种心态能让团队不内耗，把精力放到工作上，有了成长的气氛。别太在意成功或失败，多留意变化，就是平常心主要的意思。张一鸣说，成功失败都是暂时的，太看重结果会让人心情不定，忽略了过程中的学习和进步。字节跳动发展有抖音的大火，也有产品失败，他让团队淡定，成功别得意，找找背后的原因，别瞎自信，失败也别灰心，吸取教训，当作成长机会。例如 TikTok 在部分国家遭遇监管危机，团队没有陷入恐慌，而是将其视为优化全球合规运营的机会。这种心态使企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发展。张一鸣说，真正的安全感是自己有信心，不是外面的稳定。在互联网这一行便是经常的事，想要安全感反而会让你踏步不前。他让字节跳动的员工跳出舒适区，大胆去新地方试试。例如，公司由信息分发到短视频、电商、游戏，每次拓展都有不确定，但团队平常心，相信自身能力可应对。这种心态让企业能在市场里激烈竞争，保持创新力，突破边界。别假了，做个真的人。张一鸣说，沟通中隐瞒和装会增加团队消耗。在字节跳动，他倡导直说观点，不绕弯子。比如项目讨论，成员可以说方案不好，不用怕得罪人。遇到问题不藏错误，直接找原因。坦诚沟通文化让信息更快传递，少了误解猜测，避免决策出错。张一鸣不认同讲话时说这个那样的，觉得太模糊了。他说要抓重点，把话说明白。比如
在派任务时要说清目标、时间和标准，反馈问题时要说具体问题还有影响。精准表达让团队没误会，对工作很明白，执行更快。他让员工大胆说想法，他觉得不说可能导致更大损失。团队里大家怕麻烦别人或不被接受，就藏着需求，这样工作成果可能就不如预期。例如，跨部门合作时，说出对资源、时间的需要，能提前商量，防止后面有矛盾。张一鸣说，沟通为了共赢，表达期望能整合好资源，减少信息不对等带来的成本。在商业上，张一鸣说，选对方向比苦干有用。他觉得商业机会很多，要看清真相，别跟风乱投。例如，字节跳动发展时，面对新兴领域，像元宇宙、区块链，团队不随便投入，他们会分析技术能不能用，用户需不需要和商业赚不赚钱。这种选择正确，是因为了解市场、技术和用户。例如抖音成功在短视频、用户需求和移动技术上判断对。张一鸣说，组织成果在外头，他觉得商业主要是给用户带来价值，不是自我陶醉。字节跳动产品重视用户体验，用推荐算法提供内容，满足用户信息、娱乐和社交需要。例如，今日头条的个性资讯集合，抖音的潮音乐加特效，都从用户出发，创造独特价值。这种看重外在成绩的想法，让企业赢在竞争中，被用户喜欢，建长久商业链。张一鸣说，公平文化对企业发展很重要，是继续前行的基石。在字节跳动里，资源、晋升机会与能力、贡献有关，不靠关系或短期成绩。同时，他反对 all in， 觉得这是种不动脑筋的偷懒。比如，面对热门趋势，团队要全面分析，不能盲目投入。这种明智做法让企业竞争时很稳，不会因冲动犯错，浪费钱和增加风险。张一鸣的思考体系是有机整体，克服惰性给他动力，执行力让思考成真，平常心保持心态，沟通让协作高效，商业策略指明方向。这些想法让字节跳动成了商业大佬，对个人、企业在多变环境里成长有很大帮助。他们告诉我们，成功路上要理性想，积极做，平和面对挑战，沟通凝聚力量，正确策略赚钱。感谢家人们观看，这里是心智进化工作坊，我们专注拆解顶尖思维，像张一鸣的核心思考逻辑，助你突破认知天花板，解锁人生新可能。想持续提升心智，掌握成长密码，赶紧点击订阅，加入我们的进化之旅。每一条评论都是珍贵的交流，分享你的感悟或想听的主题，让我们在思维碰撞中共同蜕变。别犹豫，现在就关注，一起用深度思考改写人生剧本。下一期更精彩，不见不散。